被女人当大哥了怎么办啊？你会发现他非常尊重你，他把你当成一个尊敬的哥哥，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跟你建立起亲密的男女关系，甚至最后啊，你还只能亲眼看到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那像这种情况啊，兄弟们该如何去破局呢？我直接说结论啊，女人真正会爱上的，从来都不是你一掷千金的豪爽，也不是你在外面有多少身份，或者说你能给他带去多少资源。真正的杀手锏就只有一个，让他实打实的感受到自己被看见、被共情，他的情绪有地方落脚。上个月我接到一个女粉丝的这个私信，没错，肖哥有非常多的这个女性粉丝，而且是非常优质的女性粉丝。你们想一想，能够看焦哥视频的女性，她的包容度、她的认知理解度，对不对？那这个姑娘啊，她是从16岁就一直在加拿大啊。今年呢，她刚回国接手家里的一个生意吧啊。人长得是又高又漂亮，各方面都是那种就是综合条件非常好，而且很有气质的一个女生。她身边有4-5个追求者，都是那种年差不多30、40的吧啊。不过收入都是很高的啊，那肯定是至少百万、千万级别的啊。但是你们肯定想不到的是什么？这个姑娘最后谁也没有答应。反而找了一个月薪好像也就2万来块钱的一个人吧，其貌不扬的一个小伙子啊，他跟这个小伙子在一起。我当时就问这个女生，我说为什么呀？啊，就是那些男孩子他们也不是说只是跟你玩玩呀，对吧？一些年入千万级别的，他们也是真心的想和你就是强强联手啊。反正这个女生呢，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自己稀里糊涂的就在一起了啊，而且第二天自己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她不觉得后悔。对，没听错。他自己觉得不可思议，但他觉得不可能后悔，因为他享受。然后我就大概的看了一下这个女生跟那个男生的所有的聊天记录，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这些年入100个、1000个的这些男孩子到底是在哪里啊？这里呢，这个女生当时说了一句话，她说前2天我又跟我爸吵架了，好烦。那其中有个大哥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说是我自己一个人打理公司，有点情绪能理解，他也是为你好。啊，但是那个小伙子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稍等一下，其实你烦的不是他，而是那种面对最亲近的人却说出了伤人的话啊！在这之后，你心里的那些委屈还有愧疚。在这之后，这个女生跟大哥说什么？好的，那我自己冷静一下。结果呢，转头就跟这个小伙子聊到了凌晨3点过。看到这儿呢，我大概也知道为什么这个小伙子各方面条件好像都不如那些大哥，对不对？但是还是能够抱得美人归，因为这背后藏着一套超好用的社交逻辑，叫做高密度情绪同频。说白了啊，不是你一个劲儿去叭叭输出，也不是憋着这个劲儿去装牛掰啊，什么秀认知等等，而是快速的抓准女生当下的情绪软肋，还有她心里的各种烦心事。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把他自己捋不清、说不明白的心事给他精准的讲出来，让他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一旦这个女生在你身上能够尝到这种感觉，哪怕就是1次但是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心锚，他对你的防备会直接清零，因为你很懂他呀，你是自己人哪有防着自己人的道理并且在这之后的相处当中呢，哪怕你什么都不做，他也会不断的美化你，这就是人性。承认那个懂我的人其实不好，就等于否认了自己被看见的珍贵，所以他会本能的去美化那个让自己灵魂短暂着陆的人，好配得上那份稀缺的感动。听到这里呢，屏幕前的各位大哥们是不是有点头绪你们要知道，虽然你们有经济实力，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子人家自己也有经济实力对吧？不然为什么会出现你给一个你喜欢的女人花了6、7位数之后，甚至你每天从工作中挤出时间想要去陪她，但是她还是不念你的好，不愿意跟你走在一起呢？其实就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她的情绪当然这也不怪你们，毕竟屁股决定脑袋嘛。你长期身处高位，那自然而然你就少了一部分耐心和同理心，你也对吧？这也是为什么焦哥的存在对于很多这种说实话无论是大佬级别的还是很多这个很厉害很优秀的兄弟们，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荣幸吧。甚至有些兄弟脾气比较冲，会觉得说我自己身家不菲
哦，我自己开公司开大厂的呀，对吧？或者说我是高管啊，我社会层级直接碾压了这个女生，对吧？凭什么我要放低姿态？凭什么我要去理解她？不是应该她主动来讨好我吗？哎，是，兄弟，交给懂你这种想法。早年我也栽过不少这种坑，我事业刚有起色那会儿，我整个人尾巴都快敲到天上去了。告诉你们，有一次我跟我一个高中的闺蜜见面吧，聊着聊着聊到工作上了啊。你们不知道我那个闺蜜是个医生啊，当时我这种聊天的心情真的是，就是表现的是有一点激动的。我当时心里想的是，终于到了我的舒适区了啊，我要狠狠的装一波啊！当然我可能内心没有想装，但是我表现出来就是有点装。然后我就开始去讲阅历啊、经验啊，说我自己踩过的坑啊。因为当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他行医这么多年，他突然想要出来创业了啊！但是你们知道我那个闺蜜她的反应是什么吗？她很尴尬的笑了一笑，之后没过2分钟，她就说她想回家了。我说实话，我后来真的是在复盘当中才明白的，为什么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是在帮她，但是我这个好闺蜜依然表现出来那种不是很乐意接受的那种情绪。我就发现并不是说我不够优秀，而是我太着急去证明自己，去在这个证明自己的过程当中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人一旦真的是一旦急于证明自己，就会彻底的失去共情别人的能力。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大环境是非常冷漠的，有很多人都会有意识的去去掉这种能力，尤其是在感情里面。你们是不是经常听人说，哎呀，男人不能太温柔了不然会被当成舔狗。这是哪年的一个老的毒鸭汤了说给大学生听的吧。兄弟们千万别信，尽管你事业有成，你也要学会温柔。温柔是刀在现在这个世道，一个男人如果事业有成，还细腻，还温柔，还懂分寸，那你就是最稀缺的那一批，是所有女人都会争破头皮去抢的资源。原因也很简单你完全可以这么想就是一个女人，哪怕她再怎么物质，但也是一个人。那只要是个人，她就会有尊严更何况你们喜欢的女人肯定是那种自身条件不差的女人这种女人的自尊心，她可以说是强得一塌糊涂，是不可能留在你身边当一个情绪垃圾桶的。你说你给她花了多少，付出了多少这种实际的东西 OK 挺好，但是如果是你还在这种中间去打压她，不尊重她，甚至是没有边界，就是否认她，那在这种人格层面的这种得不到这种尊重的情况下呢，你花再多的钱，只要她是个优秀向上的女生，她都一定会想要离开你。就像现在突然有个人跟你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日就是提款时，你跪下给我磕2头我就跟你签这笔生意，你干还是不干？所以说兄弟们我知道你们的实力够硬，但如果你们想要你们喜欢的那个女人能够跟你顺利的，对吧？就是你不能只当大哥也不能让她来吸你的血，你一定要学会干嘛？在中间去培养自身，就是接纳他情绪的能力，就让哪怕你钱花少一点，甚至是不花都是够的。我们来看看怎么做。我再给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 case 吧。这个真的是我手把手带着落地的一个兄弟这个兄弟我们可以叫他楚哥，40出头，早些年呢是做房地产起身的，以前有点胖，现在一直在健身，身材也还说实话还行就是挺不错的。而且他还有一个专门的形象师，就是他每天穿什么是有人给他穿搭的可以说是一个颜值身材或者是这个家庭事业什么的都挺好的一个男人，对不对？楚哥呢遇到了一个心仪的女生，他想要去跟对方建立这种长期关系，但问题呢就是这个女生只有每次楚哥花了钱之后，这个女生才会稍微的主动那么几天，那平时呢就跟正常的朋友是一样的。有好几次呢楚哥就暗示这个女生就没有结果的。来兄弟们，你们刚刚也听完了我上面讲的一大堆道理，我今天想要把楚哥的这个例子给你们分享出来当然我经过他同意了我们来看一下，就你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一针见血的抓住楚哥的问题。是这样的，稍等。有一天呢，这个楚哥他就问这个女生月底去泰国玩吗？这女生说不去了最近暑假学生太多了，忙不过来。
楚哥就说你何必呢？又要被小孩折腾，还要被家长麻烦，对吧？我是真心疼你啊，要不这样吧，你干脆来我这边自由考勤。女生回复说哈哈算了吧，不合适。楚哥又说这有啥不合适的？你们这行最近几年不一直都被政策盯着的吗？已经没啥前景了。OK 好，之后就长篇大论，讲了很多道理，有一点 diss 这个女方的工作般的感觉，对。但是楚哥是没有这个意思的，这个女生也知道楚哥是没有这个意思的，但是咱们从第三视角来看，是不是？所以这个女生啊，她直接就沉默了呀，也没有回消息。说实话，你们这么看，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哪怕你再有钱、再有权、再有势，除非这个女生是纯纯的一个唠唠，否则你全程高高在上，俯视式的聊天，习惯性指点说教，去否定对方，那女生一定会本能的抗拒，甚至刻意的疏远你。你只能用钱换来陪伴和讨好，你永远换不来真心、偏爱，还有走心跟滋养。这个就是强势的优质男人逃不掉的一个诅咒。后来我带着楚哥调整了很多聊天的思维，以及一些说话处事等等。他跟这个女生在一次线下见面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当时在说什么工作太忙了就说这个压力有点大。换作是以前，楚哥肯定又会开始说教，对吧？就说哎呀，你们那个怎么样，你们那个行业怎么样，就甚至还要去聊一些生存法则啊等等。但那一次楚哥忍住了，不着急插嘴，不强行说出，安静的听，认真的观察。但是他就发现这个女生她嘴上虽然喊着累喊着忙，但就是看似好像对工作很努力，但是实际上眼神里全是空洞，根本不是充实，是硬撑。于是楚哥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你根本不是单纯的身体累你是一直在死撑着，你不敢垮，你生怕一松懈了，别人就会觉得你不行了，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你接受不了那个松懈，那个弱的自己女生当时就愣住了，安静了好几秒就抬头就望着他，就说没错，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跟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说过我最近的这个状态，但是没有人能懂我就这短短的一句话，后面真的是10多分钟，这个女生就一下眼神就清澈了，把所有的委屈内耗心事全部都说出来了。在这一次见面结束之后呢，女生没过2天主动又约了楚哥出来，就干嘛小酌。那之后呢，我跟进了他们2个多月吧。这女生呢也是主动的去跟楚哥说，她很享受跟楚哥待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她说我们可以经常见见面什么的。说白了让人对你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对吧？不靠讨好，不靠套路，也不靠装成熟，也更不是杂，核心的就是高质量的用心关注。这个年代不缺段子，不缺套路，也不缺漂亮的话，最缺的呀就是愿意认真听你说话，用心读懂你的人。大部分兄弟真的都很浮躁听女生说半句就忍不住想要去表现自己，就要打断别人。但是你只要能够克制住自己这股表现欲，去认真的倾听，去用心的观察，去换位，去思考，去读懂对方的情绪，你就已经能够赢过90%的男人了。说白了，你这辈子能挣多少钱，爬到什么位置，决定你是能够吸引到什么样子的人，能够来主动靠近你的，真的是这样。但我说实话，真正一个就是你能让一个人留在你的身边甚至跟你长久的走下去，离不开你的，从来都不是你有多强，而是你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有多么的被看见。人性就是如此，我们可以对强者低头，但只会对懂的人走心，而且懂的人才能滋养，才能让你的能量场越来越好。你用钱能买到他的时间，他的陪伴，他的笑脸，但是你买不到他深夜里想跟你说话的冲动，他对你看着你的那一双星星眼，对吧？你买不到他受委屈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本能就是去找你。所以别再问什么我条件都这么好了，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好的女生呢？而且世界上好女孩都去哪儿了呀？答案很简单，他要的不是一个站在高处指点他的大哥，而是一个能够让他卸下铠甲，敢把软肋露出来的人。因为真正让女人爱慕的强者，不是让人仰望的，而是让人安心的。OK， 讲了这么多，如果说你们想要更系统化的去
高效的锻炼这种能力啊，让你既能有这种最省心的方式去吸引到你喜欢的女人，同时呢，还能够保障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质量。还是那句话，跟着交给我呀，多学习人性，多学会用人性去经营优质关系。